俄外长拉夫罗夫、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和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在土耳其开始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最高层级外交官员的首次直接接触。俄外长拉夫罗夫、乌外长库列巴会后分别举行了记者发布会。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介绍，他与库列巴讨论了人道主义问题，但双方未能就停火问题做出决定。拉夫罗夫还指责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将平民用作人体盾牌。他认为，从国外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很危险，那些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并派遣雇佣军的人必须清楚这样做需要负的责任。对于此前的谈判，拉夫罗夫表示，白俄罗斯才是双方会谈的主要场所，所有具体问题，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等，都在白俄罗斯谈。俄方向乌方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乌方表示研究了俄罗斯的方案，并将很快对莫斯科做出具体答复。乌外长库列巴在会后单独召开的记者会上介绍，俄方提出，如果乌克兰不投降，俄罗斯就不会停火，但乌克兰不会投降。库列巴透露，西方给了乌克兰很多单兵防空导弹，之后也不知道这些导弹会跑去哪里，这会对民航安全产生威胁。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紧张局势下的高层沟通非常必要，可以解决一些紧迫性的问题。 I think that any war ends in peace, and the peace should be discussed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We are now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negotiations. Their progress and results will primarily be influenced by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s. And Russia has a strong position. Now, apparently, Moscow will also need to make concessions. And this is the essence of diplomacy. But yes, negotiations are all right, and they can solve some local problems, like refugees or something like this.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会后介绍，在与乌外长的会谈中，还讨论了普京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拉夫罗夫表示，普京没有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不过，他强调，普京和泽连斯基不应该是为了会谈而会谈。根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俄乌外长会面前强调了他妥协意愿，表示在任何谈判中，我的目的都是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我也准备采取某些措施。此外，乌方已向德国总理舒尔茨求助，请德国帮助组织和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俄乌首脑会晤。实际上，泽连斯基上周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已经表达意愿和普京举行直接对话，不过当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以为时尚早来回应。俄乌之间已经进行了3轮谈判，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对俄乌高层能否谈起来，塔夫罗夫斯基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对话与谈判需要的是双方的妥协，但乌克兰背后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因为这场俄乌冲突的背后仍然是俄美的博弈。 They are already starting to move forward and offer some concessions to Russia. Yeah, there are no concessions on the Russian side yet. Yes, they are cool on the NATO. Zelensky also said that he can discuss the future of that Donetsk and Lugansk regions, or republics as we call it. So he's moving forward because the situation at the front lines is not very good for them. So I think we should wait for a week or two, and then maybe there'll be some real results of real negotiations. 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消息的曝光，也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影响力。近日，俄罗斯政府部门公布了一系列资料，显示乌克兰国内建立了一个由大约30个生物实验室组成的网络，曾进行过生物武器部件的研究，而这些实验室的活动由美国国防部委托展开。根据俄军缴获的文件，乌克兰卫生部门2月24号向几个生物实验室下令，要求工作人员紧急销毁能够
后引发鼠疫、炭疽和霍乱的病毒。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周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乌克兰有所谓生物研究设施。他声称，美方正同乌方合作，防止那些研究材料落入俄罗斯军队手中。此前，美乌双方拒不承认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生物实验室的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还紧急公关，拒不承认美国与在乌生物实验室有关，并对俄罗斯做起了有罪推论，声称这是俄方展开的信息战。周四，俄乌外长会谈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明确要求美国对在乌克兰的生物活动作出解释。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三还提醒，乌方销毁病原体的做法旨在掩盖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事实。如果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现在不立即停止，将有可能被极端势力控制，未来一切都会失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媒还做起了所谓事实核查，声称有关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报道是俄罗斯和中国媒体外交官鼓吹的阴谋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国际社会对美国的生物军事活动早就有严重关切。美国在其境内外的336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国际社会对此一无所知，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应付过去的。当前形势下，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从乌克兰和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出发，确保相关实验室的安全。我们也再次敦促美国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那么说，生化武器，特别是生物武器，是应当引起高度警惕的。那美军现在的掩盖，那就是说，他的这些做法是明显的是违反有关国际法的。美国他不想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就采取了这样的心虚或者说倒打一耙的这样的表现。